凌晨时分，叶晨乘坐的航班在金陵平稳降落。心中忐忑的他，出了机场便第一时间坐进一辆出租，返回汤臣一品的别墅。一路上，他都还在琢磨，如果萧初然问起，自己该如何解释。思前想后，他还是觉得否认到底才是最优解。否则的话，一旦萧初然质问自己为什么连续4场都与塔瓦纳有亲密结束，自己还真是不好回答。其实此时的萧初然也一样心乱如麻，他大概率能确定那个神秘男舞者应该就是自己的老公叶晨，可是到底要不要刨根问底的问清楚，他心里却有些拿不定主意。毕竟自己也没什么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那个人一定就是叶晨，唯一的间接证据就是神秘男舞者在舞台上的时候，叶晨的电话也恰好打不通。可是这并不一定能证明什么。胡思乱想间，叶晨已经回到家门口，马兰和萧长坤早就睡了。萧初然在楼上听到叶晨开院门的声音，便赶紧来到窗前，见叶晨进了院子，心里更加紧张起来。叶晨回到家，见1楼没人，便知道大家都各自回房间了。他换了拖鞋，便迈步上楼，来到自己与萧初然的卧室，轻轻推开门，萧初然刚好也迎了过来。两人在门口四目相对，萧初然肉眼可见的有些尴尬。他慌乱地理了理头发，不自然地说：“老公，这么晚赶回来，肯定累了吧？”叶晨察觉到萧初然似乎有些不太对劲，但也只能装傻充愣，笑着说：“一点也不累，倒是一回家就浑身轻松了。”萧初然见叶晨笑得自然，心里又有些纠结，一是纠结自己的判断，二是纠结到底还要不要问叶晨。他不知道为什么，在自己的潜意识里有些害怕刨根问底，于是他看着叶晨，微笑问道：“过几天是不是还要去护城？”“对。”叶晨点头，拿了人家的钱就得做到最后。萧初然有些心疼地说：“辛苦你了，快去洗个澡好早点休息。”叶晨见萧初然没有要问自己的意思，心里稍稍松了口气。洗过澡，从卫生间出来时，萧初然正躺在床上看书。叶晨在他身边躺下，问他：“老婆，我走这几天，家里都好吧？”萧初然点头说：“家里挺好的，我爸我妈偶尔拌拌嘴，或者互相讥讽几句，但没怎么吵架。”“那就好。”叶晨点了点头。萧初然想起什么，开口道：“对了，老公，我妈说今年不想在金陵过年了。”不在金陵过年，叶晨想起马兰之前说过想去暖和点的地方过年，于是便问：“妈，是不是还惦记着去南方？”“对。”萧初然点点头，他觉得每年都在金陵过年有点腻了，一心想去马尔代夫，刚好金陵开通了到马尔代夫的直飞航班。这2天本地新闻总推送，他刚好看到了，就动了心思。说着，萧初然又道：“航班每周2个来回，刚好可以腊月28飞过去，正月初3回来。他想让我问问你的意见。”叶晨笑问：“妈是想让你问问我，还是想让你劝劝我？”萧初然笑了笑：“还是你了解他，他就是想让我劝劝你，说咱们一家人还没真正出去度过假。”叶晨思考了一下接下来的安排，年根也确实没什么特殊的事情一定要留在国内。既然萧初然这么跟自己说了，就证明他肯定也动了心，否则从他这一层就直接把马兰拒绝了。于是他便爽快地说道：“行，那就去。”萧初然笑着说：“既然你答应了，那我这几天就抽空做做攻略，看看哪个岛性价比最高。”叶晨摆摆手：“算了，你老公都赚这么多钱了，你还要研究性价比最高的岛？咱们不去性价比最高的，就去最贵的。”说完，不等萧初然表态，他就毋庸置疑地说：“这件事老公来安排，你不用操心了。”萧初然知道他这段时间到处看风水，确实赚了不少钱，出场费最低也是100万起步。这次跟塔瓦纳合作收入更高，一家4口出去度几天假，最多也就花几十万。既然他有这个心，自己干脆就都交给他来安排。于是萧初然笑着说：“那我就什么都不管了，
只等老公安排一切了。叶晨意识到自己已经勉强过关，心里踏实许多，笑着说道：“放心，老公一定安排得明明白白。”叶晨对马尔代夫并不了解，于是便打算第二天找懂行的问问。别人不说，宋婉婷从小就是千金大小姐，她对马尔代夫应该比较了解。翌日，萧初然起床便匆忙收拾，吃过饭前往公司。叶晨跟萧长坤、马兰打过招呼，寒暄几句，就拿着手机找宋婉婷打听马尔代夫的事。宋婉婷听闻叶晨要去马尔代夫，便立刻给他发来一条语音消息：叶大师，您如果要去马尔代夫的话，我首推白马岛，那里确实是马尔代夫的顶奢，吃的、玩的、住的以及风景都是马尔代夫最好的。叶晨见宋婉婷都这么说了，那还有什么考虑的，便立刻决定就去这个白马岛。他给宋婉婷回了个谢谢，然后就准备打开酒店和机票预订的软件，赶紧把行程定下来。宋婉婷又问他：叶大师，婉婷这有现成的旅游公司，要不要我直接帮您安排行程？宋家的私人飞机你也可以随时调用。叶晨笑道：不用了不用了，我打算一家人出去过个年，还是自己安排比较妥当，以免被发现什么端倪。宋婉婷见他这么说，便也不再坚持。他知道叶晨还没有把自己的身份公开给老婆萧初然，自己如果主动安排，说不定还会好心办坏事。叶晨在 APP 上预定了白马岛2套水上别墅以及4人往返马尔代夫首都马累的头等舱机票。白马岛果然是马尔代夫的顶奢，尤其是新年期间价格暴涨，一套水上别墅1晚的费用就高达近10万。不过对叶晨来说，这点钱确实洒水，所以他没有任何犹豫，就预定了这里最好的房型，连带着预定了从马累上岛的私人飞机。由于有值得信赖的熟人介绍和肯定，叶晨订的速度很快，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甚至都没看过关于这座白马岛的介绍。这座白马岛隶属于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集团，而这家集团的老板是在回春丹拍卖会上被叶晨各种配货套路坑到吐血的伯纳德·埃尔诺。